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乌俄战争还在打，而且到明年的2月份已经是3年的时间哦。哇，时间过得很快，但是这场战争也确实让很多的民众非常的艰苦。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泽伦斯基跟普京这2个人。然后，当然现在在战局上面已经很多人没有 follow 了，我们赶快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在这个乌克兰的红军城哦，他们是属于一个乌克兰劣势的情况，说难以阻止俄罗斯在这边的推进，说已经到兵临城下的地步了。好，我们看到这张图哦，红军城就在大概顿内茨克的西边一点点。好，因为他们说红军城只要一掠过去之后，其实俄罗斯很可能就会直接大举的往西来进行移动。那当然，乌克兰这边就会处于一个相当劣势的情况。好，因为它是顿内茨克州西南部的最后一个据点哦，那它进一步就会往像是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的这个州，还有蒂涅伯罗的这个首府来推进的一个主要枢纽。那是乌军的将领确实也在电报中说，所有人都已经接受了，俄军即将要进入红军城，只是时间的问题。好，也因为这样，所以没有办法阻挡俄军朝着关键后勤枢纽红军城推进，当地的防御正在瓦解，所以乌军的领导阶层也决定开除负责东部顿内茨克州行动的一个指挥官，叫做卢岑科。所以仅在过去1个月之内哦，俄军就攻占了大约是英国伦敦面积1半的地区哦，确实都一直不断的在推进。好，那我们知道说俄罗斯现在有找北韩的一个特种部队嘛，那现在哦，他们自己在俄媒的新报就大赞说，哇，这个北韩的部队超厉害的哦，像台风一样冲进去到一个村庄，2个小时就控制了整个村庄，还杀死了300多名的乌克兰士兵哦，就说这个首次参加这个库斯科的战斗就成功突袭了一个村庄，他们还把图画出来。好，但是问题就是哦，乌克兰这边当然也有说法，他们说，其实北韩的士兵还有跟这个俄罗斯的部队来开枪哦。他们说，这个国防部的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总局哦，就说北韩在俄罗斯库斯克州跟俄军并肩作战时误击了友军，造成俄军内部有8名成员是身亡，原因就是因为这2方的语言沟通不良所导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说法满天飞。有人说这个北韩军很厉害，也有人说北韩军把自己俄军这个打死，所以确实现在呈现一个消息满天飞的状态。好，但我们还要再看到，现在在川普这边这个特使这样子凯洛格他说，一旦川普就职之后，乌俄2国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得到解决。那俄罗斯高级官员也说，凯洛格发表上述的言论之前，俄罗斯表示有准备考虑川普结束战争的计划。好，这个计划是什么？是乌克兰要割地弹劾吗？乌克兰会肯吗？国际怎么看呢？这确实都是问号。但是俄罗斯这边的克宫发言人就说了，其实现在最近川普对于反对乌克兰使用美制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的这个言论，跟莫斯科的立场完全一致哦。意思就是说，川普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在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那爱沙尼亚的外长则说，如果川普能够确保乌克兰和平，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丘吉尔。哇，有这么厉害？所以川普的现在的作为好像变得很重要齁。那乌克兰财长则说，他们说如果美国你断供，好，我们至少还可以再打半年。所以这相比起来，乌克兰还有一点点底气吧。但问题是，我觉得他们也有在迎合川普。因为原本他们要跟美国来签一个矿产交易，但因为他想要把红利归功给川普，所以现在乌克兰基辅这边就推迟了这个交易。好，那路透也独家报道说，巩固支持乌克兰，美国财长耶伦也说不排除要制裁中国银行。好，其实拜登快卸任了，所以这个耶伦呢，他还是有在做一些进一步的制裁啦，就说要对这个中国银行来实施制裁，然后美国跟盟国可以考虑下调对俄罗斯设定的每桶$60的价格上限可以看得出来，拜登还是在做一些努力我们先问介大使。对，现在这个当然了，这个在这个川普即将上任之际你可以想见的，就是说乌克兰不管是他的军方还是这个人民都会有一点何去何从的感觉。那个士气很难这个维持着很高昂的状态，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乌克兰方面最大的后援就是美国，
也甚至说不是后援了，这个已经是站在前面帮着带着他打了啊。那如果说美国不支持的话，乌克兰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办。那美国不支持，他只好去面对这个普丁嘛。那普丁的要求，他有什么本钱去跟普丁拒绝普丁呢？对，所以没有美国的支持的话，泽伦斯基也是一个什么傀儡一个，乌克兰呢，也就是什么，也是一个很空洞没有内容的一个国家了，没有内部实力的国家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战局，我一直觉得说，哎呀，这个乌克兰还不简单呢，还没有全线崩溃啊，人民还没有开始怎么样哈，放弃这个国家啊，这已经算是不简单了啊，不简单了。所以不过在战场上你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就是说乌军的这个战斗力事实上是有减损，因为红军城好歹也打了10几年了。那一直守得住，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是乌军在这个东线上最重要一个据点啊。那现在就要陷落了。那当然就是说，就俄罗斯来讲的话，普丁现在一定是加紧攻击，因为他知道这是乌克兰不管在心理上、战斗力量上都是最脆弱的时候，所以他就一下这个再加一点劲，就把很多过去难打的一些地方就先把它吃下来了。不过川普最近讲的话呢，又让这个泽伦斯基，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在哪里了。川普12号，这个《时代》杂志今年把川普变成这个封面人物嘛，2024年封面人物哈。那么也对他进行专访。川普说又是有关这个拜登在他任内快下台的时候，突然允许这个泽伦斯基，也就是乌克兰使用美国跟欧盟提供的这个比较射程较长的飞弹，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这个目标，那就允许这个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个陆军战术飞弹，以及这个像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个叫风暴阴影这样飞弹去打俄罗斯的境内。过去一直都是这条线是守得很死，可是拜登要下台之前，突然给了绿灯，给了乌克兰绿灯。川普怎么来评论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干嘛要这样做？”他讲得非常明白，我们要干嘛要这样做？他说：“我们是在恶化这场战争，而且呢，它使整个事情变得更糟糕。”他说他极力反对。他说这样做是大错特错。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对这场战争他的看法跟拜登完全是怎么样背道而驰。那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特使这一位老将军80岁了，对吧？凯洛格他说几个月之内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应该是怎么讲呢？这个谈判手上有筹码的人才能有发言权。那这里面筹码是什么？就是有军队、有军火有武力、有钞票的这一方，那就是可以谈判的。如果说呢，这些东西你只有一项，或者你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只有接受命运。那只能说这场谈判有筹码的只有川普跟普丁，泽伦斯基双手空空的，他只能坐在那边等这个等川普跟普丁谈好以后他去接受那个谈判的事实而已了。好，所以之前不就说吗？很像代理人战争，真的就是代理人，对不对？这种感觉，将军。其实韩国这次确实出乎我意料之外。然后原来我一直认为说是北韩的部队到这个俄罗斯去支援他们作战，大概去的都是一些战斗支援或者是后勤支援的部队，比如说是炮兵属于战斗支援，对不对？后面放火炮来支援第一线的战斗，或者是工兵部队协助布雷或者是排雷。或者是说后方的医疗，或者是运输等等，就没想到他居然这次进去的是战斗部队，那意义是完全不一样。战斗部队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步兵就是装甲兵这叫战斗部队，是要准备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那冲进去以后，他消灭了300人。那我相信这300个人来讲，如果这300个人都杀死的话，那代表受伤的人可能有将近600个，也就是将近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被他歼灭了。那这个是战功是非常严重、非常重大的，尤其是说你看到这块区域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在这块区域来讲，因为我对这个库斯克尔的战役我一直有在研究，我知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打进去，他尖端的部分
就已经快要到苏贾村了哈。如果说是他打到苏贾村，大概这个乌克兰部队就撤不下来了，那个是一个关键节点。而且各位可以从地图上面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红色这一块，它再往前一点的话，就将绿色的这个面积完全切断。那等于说断了所有乌克兰军队的退路，全部都被切断，那就在这边只剩下投降或者是彻底的被歼灭，两条路线可以选择。那另外，我觉得说是战场误击哈，这个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事情的这个后果以及它的重要性。我们台湾一天到晚在嚷嚷，我们要组织黑熊，要打城镇战或干什么，要动用40万的人力。在战场上面，你要知道误击自己友军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要说是这个俄罗斯跟朝鲜这2个部队是完全语言不通的部队，他们会误伤，只伤8个人，我觉得小了。你知道美军在波斯湾战争里面，他们美军自己打死自己的人，比被敌人打死的人数还多，就是友军之间互相误击。在战场上，因为每个人心里头都紧张、惶恐不安，然后这个风吹草引，稍微有点动作，稍微有点影子，他就开枪了哈。所以士兵来讲是，像我特别在我们以前在金门的时候，还有水鬼的时候，我们这个去查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查哨，你知道吗？我们去查哨，那阿兵哥假如说知道他是今天是新兵来讲的话，他会乱开枪的，那他会怕，因为他怕水鬼，所以说我们查哨之前，查哨都有3问3答的口令嘛，谁某某某干什么，对不对？去哪里？所以我们查哨之前，第一件事要走到路到旁边趴在地上，然后才开始跟他对打口令，不然那个卫兵那个一问谁棒，子弹就抠出去了，因为他会紧张会害怕。所以战场情况是这样。那我们从这个战史里面，我们从北韩跟这个俄罗斯来讲，彼此有误击的事件。那我们自己要想想看，大家不要把战争认为说是好像跟看电影一样，是很浪漫、很轻松的事情。我跟各位讲，如果说有一天发生在这个台湾，如果发生城镇战的话，我跟你讲，打死自己的人比打死敌人还要多，因为你不晓得对方。你前面看到那东西，你不晓得是什么嘛？你如果说是满街上面派出所全部摆刺针飞弹，打下来自己的飞机比打下来共军的飞机还要多啊！大家不相信我讲这句话，因为我这个直接在我们在金门那边感受过那种战场上面恐惧、惶恐、不安、紧张、害怕的那种心态，所以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但是我觉得这次朝鲜部队他们的表现会让南韩非常担心。好，彬哥，其实整个大势就已经差不多摆明就是这样子了，大概红军城大概早晚都会被俄罗斯拿下来。那一旦被拿下来的话，这个在战略上当然就变成乌东开始，他们要再守下去就非常困难。那更重要的就是整个士气恐怕会遭受到更严重的伤害。那特别是川普现在的态度摆得这么明显，所以我个人认为，红军城一旦丢失，整个乌克兰境内反战厌战的情绪恐怕会更高涨。那他们真的还能打下去多久吗？他们现在虽然夸口说，乌克兰就算没有美国的支持，我们至少还可以再打半年。对，你可以再打半年，可是那再打半年的后果是什么？你是整个乌克兰都丢掉吗？还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去考虑的，就是泽连斯基对他的国民是有责任在的，你还要牺牲多少的国民才能够换来和平？那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你之前所主张的什么一个都不能少啊，所有的领土都要归还啊，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那既然没有这个可能性，你就必须要去考虑到，那接下来你能够保住乌克兰什么东西？你能够带给乌克兰什么？因为乌克兰因为这场战争已经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都消失了，那将来乌克兰要怎么复原？他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有办法复原吗？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都是泽连斯基必须去严肃考量。你现在更换前线的指挥官，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换谁来还是一样守不住因为现实的实力差距就在这个地方嘛。所以重点是应该是摆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有的时候我必须说，就算是屈辱，总比丧失生命好。你留了这些人的生命，将来还有机会。如果现在这一代全部打挂，那以后乌克兰要翻身都没有机会。所以我认为要赶快很严肃的去考虑到和平的东西。库斯克那边我也不懂，就是他们一直坚持在那个地方到底干什么？那是你的精锐部队，你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现在对方的有生力量加入了，北韩的军队来了，你让他们面临更重的压力之后，请问一下，你在那边，你守住那个地方，对俄罗斯其实毫无影响。可是你自己的精锐部队会在那边，你珍贵的资源会在那边耗尽。所以我不懂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战略到底在搞什么鬼。那川普显然就是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可是这场战争恐怕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结束。即使川普1月20号上来之后，
他再怎么积极，恐怕也要几个月以上才有办法慢慢处理，因为这中间错综复杂的问题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能够尽快结束战争，能够尽快保住宝贵的生命，真的是对大家都好。至于以后的事情，乌克兰人自己要慢慢再去打算。好，不过川普从1月20号上任之后，他要怎么样协调？因为包含现在有3场战争嘛，这个乌东、还有叙利亚、还有中东的问题很多。好，所以现在大家就是会想看看这个川普到底如何解决。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黑神话悟空哦。其实他在今年2024 TGA 游戏大奖当中，没有拿下这个年度游戏的奖项哦，他是败给了宇宙机器人，它是 PS5 的游戏哦。那大家就说了，这 TGA 的评选权重之中，玩家的投票只占10%，那媒体评审团是占90%。那有一个奖项是完全由玩家就是决定的，就是黑神话悟空，他这次拿到了玩家之声。好，但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宇宙机器人其实它的销量并没有非常好哦，所以也包含了是他们的制作人他就质疑说，这个有一点点问题吧，所以还喊了一句这个小脏话，然后就说真的是白来了。好，那当然中国网友也出征 TGA 官委哦，就说 TGA 是野鸡奖，说叫他退出中国。有评论员质疑哦 TGA 的奖项结果可能有暗箱操作，说西方的话语权下的大奖不可能给中国的，所以逼他们不得不给出2个奖项，已经非常难受了。好，北京日报也说，这个黑神话悟空在全球的市场上面，这个游戏市场早就获得了一个历史级的口碑跟销量，这次落选 TGA 的年度最佳游戏没披上袈裟又何妨呢？好，那我们就来回头看这个宇宙机器人是这次销量这个 TGA 的年度游戏哦，但是它是史上销量最低的年度游戏，它大概只有突破公开销售150万份，但是黑神话悟空突破了2000万份，这状况实在差很多，但是它却得到了年度的最佳游戏哦，所以很多人也引起了问号。这个中国的网民就是有点暴动的情况。好，黑神话悟空也拉动了中国研发游戏的这个外销破顶，像是今年中国大陆主机游戏销售的收入就增加了55%，那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海外销售也年升了13.39%，都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好，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黑神话悟空很夯，外国人也很喜欢玩，不过美中之间也没有办法因为游戏有融合共荣的感觉。我们就看到外交部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发言人林健就说吸血鬼才怕大蒜，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佛州参议员史考特发了一个声明，他说中国产大蒜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食安哦。好，所以林健就发了这个一个文章啊，下面是有大蒜的，他说你们才是因为吸血鬼才怕大蒜，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露出个十分惊恐的表情，然后戴着美国国旗的帽子。好，所以现在中美贸易会不会摩擦升温呢？港媒说其实拜登执政倒数的阶段，晶片力道加大封杀中国，那中国也祭出了禁止关键矿物材料出口美国、调查辉达等手段来进行反制。港媒认为说，其实中国这个举动不只是向拜登舞剑，意在川普，警告他如果滥加中国货品关税，必会遭到大量的还击。而且相对前数年，中国大陆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跟美国开打贸易战的机会。好，我们现在看得到川普马上就要上任，其实中国的留学生很担心因为他们说今年干脆就不回家过春节了。因为8年前川普在第1任总统期间就曾经限制签发过中国学生的签证，而且寄出了旅行的禁令造成很多持有合法签证的中国学生滞留在机场。好，那当然川普也有意现在要将这个美国邮政署私有化，要削减联邦成本。那如果真的状况被批准了，那就会导致65万的联邦员工失业，还会摇摆消费者运输跟商业的供应链看起来川普的一句话一个举动真的会牵动整个局势的发展。好，那现在川普好像也想要一手抓情报的这个部分像是他钦点掌管他社群 Truth 的
努尼斯出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哦。那努尼斯曾指说 FBI 滥用权力哦，还有暗中监视他们的这个竞选团队人员。那现在苹果 CEO 库克也来拜访川普哦，所以川普在选上之后，访客海湖光园的访客络绎不绝，企业执行长都赶快在川普上台之前向他表达善意。那13号到访的就是苹果的 CEO 库克，是最新的一位。那这群科技业的执行长不只是登门拜访川普，还大手笔的捐款基金哦 ，Meta 还有这个亚马逊也都分别捐了100万的美元就职基金。那 OpenAI 的执行长 Altman 也跟进哦。发言人说，美国银行跟高盛集团也打算要捐款给川普的就职委员会，但是金额未定。好，看得出来，现在美国局势真的是牵动，不管是亚洲、还有欧洲，甚至是中国这边都有一些影响。我们来问介大使。川普其实他这个要对发起贸易战的对象不是只有中国大陆，是，就几乎他所有贸易伙伴他都有意见，他都认为都占了美国便宜啊。这里面包括他的前3大，中国大陆是第3大，第1大是墨西哥，第2大是加拿大，那还有欧盟，还有日本，还有韩国啊。所以如果川普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一点点全部都树敌的话，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战他就没有办法集中，他也不能够深入。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川普上第1任的时候就已经对中国打过一轮的贸易战了。那美国也没有占到很多便宜，中国大陆也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害啊。那最后就停留在大概就是3500亿的中国输美产品，大概平均多加了19.4%的这个关税。那可是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贸易在过去2年的数量快速下滑。那这里面其实倒不是说美国的这个关税，其实是中国大陆刻意在分散市场，也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市场的依赖现在已经占它的整个 GDP 的3%而已了，基本上，而且这个美国就是说也变成就是说这个市场占中国的全部外销市场大概只有15%左右。所以就是说，美国今天跟中国大陆全数断的话，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外销来讲也不过占15%。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在警告美国，就是说你如果出手，我也会出手。所以在这个上个月，就是说这个月月初吧，就已经公布了镓、锗、锑这一些有关这个超硬金属的这些矿材，还有石墨都对美国禁止出口那对美国禁止出口的话，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就美国会断供，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镓中国大陆的产量是全世界的59.2%，那锗的产量是98.8%，然后呢，锑的产量是48%，所以中国大陆就对美国最好美国要另外找这个原料，那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业。对美国的军工业影响都非常的大，所以中国大陆过去说，我只对我宣布的那些厂商禁止提供这些稀土给他。可是这一次是说，基本上这一些稀土都不能卖到美国，都管制。你美国要买，你去买别的国家有你自己去找，可是中国的不卖了。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已经怎么讲呢？把他的这个武器拿出来了。那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所以很多像香港这个媒体就是说，其实就在警告美国，就是说大陆已经准备好了，我不怕你你不怕你对我开战，我手上的武器也很多，而且呢，即使开战以后呢，你能占到多少便宜很难说，因为美国现在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东西不卖你，那个东西不卖你，对不起，美国现在的这些高科技的，美国的制造业。大部分就在高科技的制造业而已了。那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市场，如果你不卖中国大陆，你卖给谁？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川普是嘴巴讲得很凶，可是实际要做起来的话，事实上我觉得他的体制是个弱点，因为很多美国厂商他卖不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会找川普算账，他不会找中国大陆算账。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话讲得口气很大。我认为他要真正能落实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在怕。
这是一种坏孩子策略吗？将军？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对中国在经贸上面的惶恐已经是匪夷所思了。你看这个史考克，你好歹也是一个参议员嘛，你居然讲说大蒜有食安问题。我觉得如果说是今天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其实美国自己也有出产大蒜，但是它的第一个品质没有中国的来的香哈，他们。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价格是中国的4倍，卖给它的4倍。那你不能说是跟老百姓讲说，哎，我们要爱国，对不对哈？我们爱用国货，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农民，所以大家不要去买美国的，买中国的大蒜，我们用我们自己美国的大蒜。你讲这种话，老百姓不会听的，对不对？那差4倍，那价钱差太多了。就像妈妈到菜市场去买菜来讲的话，哎，差个1斤，差个1块2块，我也跟你争到底啊。那何况是差4倍的价钱。所以说，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当然就是我去买便宜的大蒜，我买中国大蒜又好又香又好吃又便宜。但是中国大蒜卖到美国去，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剥好的卖过去的哈，它不是说是一坨一坨的，像我们这个国人自己吃大蒜习惯是一坨一坨买回来要炒菜的时候，对不对？用菜刀拍一下，然后剥开来下去炒一炒。那有一些这个大叔大婶的，他们就这个大蒜直接这个生的大蒜直接在嘴巴里面啃，配这个水饺，好像很过瘾的感觉。但是美国人他们吃这就是剥好了他才买。那剥好来讲的话，他就污蔑你这一段，他又居然你今天你实在是用这种恶劣的这种方式来欺骗，你不是让大家看笑话吗？他说中国的大蒜是在污水里面成长的。那如果有尝试的人在农家做过都知道，大蒜怎么可能在污水里面种？这是第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他说为了剥那个蒜啊，用童工用奴隶去剥到那齿颊都剥坏掉了。那最后是用嘴巴在那边啃，在那边咬，剥这个大蒜。那其实现在来讲，被人说是中国在把它当做一个笑话在那边流传，然后，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得出来，其实美国方方面面很多东西在经贸上面自己本身价格上面没办法跟中国做竞争，只有用这种打压抹黑的手段。尤其像这种悟空这游戏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这个制作人，他2年前他都已经把得奖感言都准备好，代表说什么？代表他非常有把握，我这套游戏一定受到大家喜欢，受到大家，而且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冠军拿回来。所以他已经把得奖感言2年前他就准备好了，但是没想到这是在颁奖典礼上面，他居然这个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哈。那但是我们比看那种数量，他的这来讲，他给宇宙机器人，他总共只有卖出也不过就是150万份，然后这个悟空来讲卖出2000万份。我觉得这个玩家哈，就是游戏的玩家来讲，会说话会投票嘛。你应该以游戏玩家能够喜欢接受。来做一个评审，你不能说你少数的几个人有政治上的目的、有经济上的目的、有企业上的目的来讲的话，你用这种手段来打压这个悟空，你打压是没有用的，因为买还是这些年轻人在买。好，彬哥，其实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对这一次这个宇宙机器人得到年度大奖，他有一个形容，我觉得蛮趣味。他说，一个产品说明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那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争的啦，因为 TGA 既然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就看玩家买不买单嘛。玩家如果不买单 ，TGA 未来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打击、受到考验。那实际上，黑神话悟空已经用实际的销售数字证明了它确实就是今年卖的是最好的游戏啊。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那实际上，宇宙机器人本身是比较偏向幼儿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结构。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种3A 大作这种电玩游戏，真正的消费主力是什么？不是幼儿，其实是成年人哦。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真理不辩自明啊，大家也不用再去争。那 TGA 自己就要面对他自己所种下的后果。那至于说美国禁大蒜，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他说是出于保护美国农业跟中国大陆安全威胁的考量，而且他很奇怪，这个禁令是禁止在军营之中贩售大蒜。也就是军中超市都不准贩售这个大蒜，我觉得你要禁就全禁啊，为什么要单独只禁在军队里头？这个在军队里头，军队能够消费多少大蒜？美国人有这么爱吃大蒜吗？所以我觉得这是蛮诡异的，因为有国安威胁。对啊，这到底有什么国安威胁？我实在是搞不太懂。目前局势上面来说，除了东北亚
韩国是一个蛮重要的看点之外，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的俄乌战欧洲这个部分，到底目前的状况会是什么呢？目前的状况就是东部顿内茨克州这边乌军负责的将领被拔关了，最主要也因为啦，这过去1个月哈，你知道吗？这真的有点听起来夸张因为呢1个月而已，俄军就占领了大概是英国伦敦面积的1半地区，那就表示说进得很快。那为什么会这样兵败如山倒的感觉？来，乌军总司令告诉你，人原因是因为呢，俄军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人，而且呢，他是把所有的人统统投进去了，就是要全面的进攻。那我们的防御呢，确实在乌克兰这边，他们本来在红军城附近有一个蛮有名的钢铁企业，可问题呢，现在因为俄军已经推得太快了，而且距离这个厂呢已经不到2公里了，所以连这个企业呢也开始宣布暂停营运。也就是本来他们在这边做了很多的碉堡，那做了很多的战术上面的围城，现在好像一举的都被给突破了。甚至呢，朝鲜援军现在泽伦斯基讲说是已经开始用，不是用而已。你直接看，人家花2.5个小时，北韩兵就消灭了300名的乌军，甚至呢也攻下了参战以来的第1座村庄。大家就在讲啦，说如果北韩派出的是精锐部队，还是如飓风般的去扫这个乌克兰里面的一些库斯克州，也就是他们边境这边的一些村庄城镇的话，那之后他们是不是会持续的往前推进？但好像也不是这么顺原因是因为呢，朝鲜军跟俄罗斯这边很多就是语言不通嘛，所以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基辅独立报讲的说，朝鲜部队呢在被乌军占领的库斯克地区作战的时候，有向车臣这一边的部队来开枪，后来知道说有情误敌啦哈，可是呢，这个误开火也夺掉了8条人命。那总体来说，就整个战略后面的结果来说，就是乌军大幅的挫败，然后俄军大幅的往西推进，在乌东这边的话完全被拿下了。G7 当然有看到这一些事情，所以赶紧视讯峰会，持续的说要来制裁俄罗斯，还有北韩，甚至呢，叶伦这个时候跳出来说，不排除制裁中国的银行，不要让它变成了俄乌战的帮凶。可是你认为普京真的没有钱了吗？这个报道上面写的是说，俄罗斯的外汇存底快要枯竭，狂包50吨的黄金在凑钱，但是这真的是实情吗？原因是因为对于外界来说，打仗打到目前为止，真的没钱的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呢？另一个点，俄罗斯现在呢，它其实在重兵压境在乌克兰，那所以叙利亚这一边当时就传出有状况的时候，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人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来做一定程度的防卫，甚至也传出他们有很多的，包括了飞机，包括了S-400，通通要往后撤。但今天一个消息出来是说，后撤是后撤，但我在这边本来有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塔尔图斯这一块我没有要撤，毕竟我如果撤了，我北非这边可能会有问题。好，美国这边呢，则是在中东这里讲了，说呢，他们说叙利亚的反抗军现在还是必须要跟他沟通，要跟他联系，因为布林肯说的虽然 HTS 也就是所谓的沙姆解放组织，在美国认定目前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还是认为它是恐怖组织，但是你没跟他打交道，你后续叙利亚你要如何去介入他的这些政局，他们也很担心俄罗斯没有完全的撤光，会不会到后来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美国的一个战略目标。所以呢，他也找了阿联、土耳其的外交官一起在约旦这边来讨论叙利亚的未来，甚至乌克兰传出也出手了，说呢要开始援助叙利亚粮食。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不禁想问，真的有办法吗？原因是因为虽然你西部这边的目前好像战事没有那么样的多，但是真的有办法多到有办法去帮忙叙利亚填补粮食缺口吗？回过头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司令，你怎么样来看目前呢在乌克兰这里的一个攻势上面来说的话，俄军是真的全面压境，然后全面往前退？对，乌克兰战争呢，它的问题是出在乌克兰没有兵了，他要尽洪荒之力，哪怕是现在把乌克兰前线的将领都换掉了，
换新的将领不见得能够反败为胜，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现在美国的拜登总统把这个钱还有武器都全部都，因为他剩的任期剩下最后1个月了，都拨给乌克兰。那问题就到乌克兰的，乌克兰也是没有人啊，没有人有再多的武器装备弹药，也没办法发挥火力跟战力，所以没有办法。问题是出在人没有人的问题。所以在顿内茨克这个地方，那个乌克兰显然立于这个不利的态势。那就算是尽了洪荒之力，也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的这个状况。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俄罗斯本来打乌克兰的时候是事倍功半哦。那以焦土代价非常的高前进，只要这个土能够获得的领土非常有限。现在顺风顺水，事半功倍，现在是有如探囊取物，对不对？在11月的话，就轻松就拿下了700多平方公里的乌克兰的领土，是这个样。那他干嘛？这个时候顺风顺水，当然俄罗斯的话直接是继续长期植入了。那现在就变成秋风扫落叶，而且我们现在看乌克兰战争，尤其在乌东地区天气巨变，现在已经到达摄氏零下8度，对乌克兰的军队极端不利，因为他们的装备都不够啊，你现在那个对俄罗斯装备完整，所以这样的话，你看看他是阵线呢，这个阵线守不住了，那只有向后溃，红军人就是个指标，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泽伦斯基因为他没有战略涵养，所以他当初的时候一步错步步错，你看他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讲到的光复计划、胜利计划全盘皆没，并没有收回任何领土，只有丢掉的更多。换句话说，他的口号大于实力。换句话说，没有办法等量齐观、并驾齐驱，是这个相去悬殊、天壤之别，没有办法拨乱反正。这是乌克兰的他的败相已成，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们现在看呢，这个北韩的军队进入这个我们叫做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打这个乌克兰，因为北韩军派的是战力完整的部队进去。那战力既然那么完整，那换句话说，这个进入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队又要吃亏了，因为他战力完整，而且是我们讲，既然是派出去，一定是北韩的王牌军、王牌部队，他不会派那些饭桶部队，绝对是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话，乌克兰的已经打得精疲力尽了，这个时候战力完整的部队一投入，你这个精疲力尽了，已经是事倍功半了。那这个北韩的军队这个时候又可以势如破竹，把这个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打到落花流水，所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高。这些在库尔斯克乌克兰军队想要打赢北韩的军队，我认为胜算不高，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变成强弩之末了。那北韩的军队是战力完整的，而且他要交出一个战果、一个成绩单，对上面有所交代，他更急于表现。那这样的话，他的战力、他的志气，还有我们讲他的士气非常高啊。所以我们看北韩的军队在库尔斯克州能够得到一些战果，我认为这个不足为奇，这是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我们现在看呢，现在在叙利亚，这个叙利亚呢，我认为俄罗斯在这个地方他还是会守到他的阵地，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在地中海的一个战略要域，不能轻易的放弃，所以他会守住。至于这个把这个原来的叙利亚政府军吃掉的这个我们叫沙姆解放组织他没有办法吃掉，没有办法平息整个叙利亚，所以就算沙姆解放组织已经攻下了大马士革，拿下了叙利亚的大部分的政府军原来控制的领土，但是叙利亚内战继续延续。叙利亚内战呢停不下来了，也想要去把这些其他的这些美国所支持的这个叙利亚的民主阵线跟他的自由军，叙利亚自由军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力量力有未逮，而且这是由美国支持的。同样的，库德族在叙利亚有300多万人，当然大部分人是在土耳其有1400万，但是在叙利亚300多万，他想要吃掉这300多万的库德族也没有办法。所以沙姆解放组织这个攻克大马士革只是叙利亚内战的延续，叙利亚内战还有得看。是，请教一下盛峰委员。我是先延续叙利亚的，你要看叙利亚的内战，只要看中华民国的历史，你就可以了解，就是北洋军阀，打进了北京，好像天下是我了，当大总统，然后没几个月就又换人了，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摆不平。
所有的力量只是把原来坐在那个位置的人给赶走而已。这一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沙姆能够这么顺利，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就好像当年的金华打进北京城一样，就跟当时的租界的朱列强呢都有所协商，跟俄罗斯绝对是协商，所以俄罗斯也没有出手。那这一个呢，我协商说好吧，那你就进大马士革，但是属于我的势力范围，你要不要尊重？所以为了我要进大马士革，我就尊重嘛。那各派系呢？各派系觉得你能先打进，那你先打进去，先把那个阿塞德家族先赶走，那以后我们再慢慢来算。因为你只要去谈叙利亚，你想要把各个派别讲完，大概除非你是专门研究叙利亚的，否则的话，你一定要列一张纸。有点复杂，你才有办法把那给讲完，然后看，这个组织在哪里？这个组织的背景是什么？是。那我的天哪，这个从外人来看都如此复杂一个情势，所以我只把它当作北洋金华的金华混战。现在萨姆打进了北京城，只是这样而已。那所以后续会怎么发展？大概要看以后看谁有办法去统一叙利亚，来个北伐吧，否则我真不晓得这一场仗要怎么来看这。现在主要是看俄乌这个部分呢，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是在枝枝节节上去看谁赢了多少，谁输了多少。这一场战争到现在为止，人类应该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是怎么结束这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已经带给欧洲无穷的灾难，带给了乌克兰真的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痛苦。那么泽伦斯基不管是当时基于什么理由，是打了一个寂寞的。那对于俄罗斯讲起来，所有当时希望达到制裁俄罗斯的效果，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达成，包含把他的这一个这个北溪1号2号啊，都把它给干掉了，好像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战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粮食，一个就是能源，这个呢是俄罗斯所不欠缺的。另外一个呢是民生。刚好它跟中国这样密切的关系，一个全工业门类完整的世界工厂的中国，就以民生的物质来跟俄罗斯做交换了中国大陆所需要的能源跟粮食。所以从这场仗还在打输赢，占了几百平方公里，有意义吗？现在应该谈的是怎么样子把这一场战争给结束，这对人类、对欧洲、对乌克兰人。对大家才都是一件慎重的事情。这个可是呢，西方的媒体好像不太甘心，因为开始他们讲这攻进莫斯科，活抓普京，有没有？但显然这个是假的了。好，请教一下周老师会怎么看？好，首先我们来看到乌克兰的形势哈，当然现在看起来对乌克兰是很不利啊，因为他这2个月来损失了300平方公里，300平方公里比台北市还大哈，所以说这个当然对乌克兰来说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军事压力。不过川普要上台了，而川普现在看起来呢，他的策略是相对来讲灵活，但是也让人意外的。第一个灵活就是说呢，他公开的这个批评。就是说，这个拜登让乌克兰使用这个美元的武器攻打到这个攻击这个俄罗斯本土的这个目标，这克林姆林宫就赞成了啊。那但这个其实这个做法呢，跟他自己的这个任命的特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任命的这个特使啊，就是乌克兰停战的这个特使啊，是公开的支持拜登的。那当然，他的国安顾问是反对，所以就看到这个川普团队啊，对乌克兰其实也是意见分歧哈。可是呢，他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灵活的？因为事实上他在此同时呢，也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现在欧洲正在讨论来自川普的一个方案，就是要欧洲派维和部队进乌克兰去维和。如果双方达成了和平方案之后啊，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现在连克林姆林宫也没有说。一开始就驳斥他，而是说大家可以而是说他觉得现在还太早哦，所以那当然现在反而是欧洲内部其实是有意见的。第一个，像波兰对这个问题现在是持比较负面的态度。波兰过去是非常挺乌克兰的，但是最近的这个变化是他对于乌克兰比较有保留。那当然比较积极的是像法国的马克宏了，因为礼拜三这个礼拜的接着这个礼拜的礼拜三，欧洲的这个领袖就要在布鲁塞尔聚会，就要讨论这个方案。
说到底欧洲有没有可能会派部队去？那到底谁会出兵？所以说当然现在就变成说几个重要的国家是很关键的。法国大概是最稳定的，再来是意大利，反而是德国。虽然肖兹是强调他支持泽伦斯基，但是肖兹的这个政府眼看马上就要面临改选，而且他很可能会丢掉政权，所以德国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态。那整体来讲，我认为这是乌克兰现在看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攻势停止的情况下呢，能够把和平方案端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那当然，乌克兰的情况跟叙利亚也是联动的。其实最近还有新闻说，乌克兰要向叙利亚提供这个粮食的援助啊。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挫折，其实对于抑制俄罗斯是有帮助的。那现在布林肯在这个中东，主要就是把8个阿拉伯国家召集起来，要一起来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政权和平交接。现在他新的这个政府已经说要到明年3月，过渡到明年3月，明年3月可能要举行大选。那当然关键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避免叙利亚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温床，然后呢，人道援助可以进来啦，然后呢，还包括什么对于妇女啊，对于少数民族这些保护。但是这里头一个关键的国家是哪个国家？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过去跟库德族的武装力量他们是对立的，对，所以怎么样能够缓解他们之间的冲突？还有就是叙利亚内部这些基督徒啊，或者是这个什叶派，怎么样不会受到歧视？这个大概是现在大家除了稳定局势之外，另外一个最关心的议题。叙利亚这一题有人讲嘛，美国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在这个时候再下一城的话，土耳其抓紧了。但是问题是在线下，川普即将就任，你觉得会吗？好，来看看川普他现在什么？他觉得最重要，笨蛋经济，好不好？所以呢，我现在重点是什么？是先把一些公有的、国有的不那么样子好有效率的，我要把它变成私有化。譬如说 Post Office 美国的邮政署，65万名的联邦员工现在饭碗有可能会把它改成私有化之后会不保啊，因为他讲啊，年年都亏，我现在不想要再补贴。那如果是获得批准的话呢，基本上马上就会裁减65万名员工了。那如果真的裁减之后，会颠覆的还包括什么？包括了数兆美元的电子商务产业、小型农村跟农村型的消费可能都会造成冲击，而且关税先生回来之后，什么东西都会涨啊，甚至美国的 Costco 一直以来呢都是以这个物美价廉来作为一个号召，但现在说因为担心进口税的变化会波及产业，暗示着未来可能是一片腥风血雨，有可能全面涨价，甚至大家也开始囤了。囤什么？囤橄榄油啊、吸尘器啊、咖啡啊、保养品，反正你想得到的能囤都囤啊，就是担心说之后关税加进来之后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也因为这样，明年呢已经暂停降息了。这个预期呢，基本上是慢慢的在升温当中的。大家本来想说，那个升息已经升得大家有一点点喘不过气，降息可以让整个景气活络起来。但如果会暂停的话，哇，遭遇到今年最惨的这个星期，就是长期美债已经5连跌。那对于美中关系会是怎么样呢？川普不讲了吗？习近平我跟他很熟的，我邀请他来参加我的这个就职大典。习近平现在呢，基本上他也是希望呢，美中之间可以好好的合作，大家双赢，促进经济稳定，不要对抗，不要对立，而是要对话。但是讲是这样讲，做起来不太一样。美国的议员像是连中国的大蒜他都要给它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讲法说呢，他们是在污水当中生长，在被漂白的过程当中涉及奴隶跟童工，发起301调查，让大陆外交部直接讲什么？怕大蒜啊！我不是以为说只有吸血鬼才怕大蒜吗？甚至呢配了这么一张图，是象征美国山姆大叔的吸血鬼图案。他们就不理解美国现在什么都在禁，原因是因为呢美国 AI 先前已经先设出口了，太阳能钢板的这个也都禁止出口了，而且现在 AI 还加码，可能会涵盖到东南亚还有中东国家，也都会限制一些数量，就是担心什么？担心说呢，中国会转了一个地方转单之后，然后再出口。现在从拜登一直到 NVIDIA， 基本上呢，大家讲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半导体大战是已经正式开打了。原因是因为
中方这边针对于辉达等等也开始有所动作。那如果双方的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的话，那大家就讲啦，其实你现在所看到中方的反制，一切就是在告诉川普，什么60%的关税，你先尝一下，这个叫做前菜。后续呢，我们还有准备要全面开打。他其实也准备了4年了，他是备有蛮多的一些材料还有项目。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盛峰委员，怎么样来看哈？川普这个生意人呐，他鬼气啦。如果说真的磨炭级的话，那该裁就应该要裁。这个美国的邮政署大概是美国少数几个存在很有历史的，从建国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这个国营单位啊。我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就写到美国啊，这因为什么灾情，所以完了。所以唯一能够联系起来就剩下美国的邮局，是他唯一可以点的点，所以他在美国上有他一定的情境。那至于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国营的事业能够被维持下来的大概都不多，因为从效率的角度都不大。但是从服务的角度，你必须不得不面对，因为很多偏远的地区没有这些人随做，就好像美国的电信，为什么它比台湾差，比大陆差？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你是不通的。为什么不通？因为私人不愿意投资啊。那在中国大陆来讲，它是属于基本上就是等于国营事业嘛。这已经不是利益不利益，就是政治的需要，你就必须要去装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有的我觉得还有一些argue 的空间。那能不能如其所愿呢？我们就不知道了。第二个呢，就是中美之间的态度，我应该用一个古老的形容词，可能是更好形容了，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站在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是最好这一场仗就这样子，不要了嘛，干嘛呢？打什么呢？树欲静，但是风不止，那个风啊是越吹越大，越吹越大。所以呢，大陆也态度很明白了，嘴巴我是讲的好听，但是我心里都明白，就放弃幻想，进行斗争，不是准备斗争哦，是进行。而且从18年开始以后，他们就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我印象很深，非常的深刻，就是当贸易战一发生的时候，芯片战争一发生的时候，那有一位应该在中国大陆当时相当有决策权的人，这个面对面的讲话，我听得很清楚的一段话，他说：“这个对我们有没有伤？就是讲贸易战有，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赢得了几个难得的机遇，让我们认清了事实。”其中包括这个买不如猪啊，这个猪啊不如买不如做，这等等这些的想法里，都要改变。那这些里面都知道辛苦，但是必须要咬紧牙关，必须要去撑过，因为这一关撑不过啊，他大陆的转型是过不了的。那也借这个机会，就像当年的腾笼换鸟一样，可以把大陆的一些产业呢，透过贸易战来让它提升。平常你叫他upgrade，他不干的啊。我每天在赚得高兴的不得了，干嘛？我要去转型呢？可是现在贸易战来转不转型？不转不行了。美国的贸易战来，它的整个的金融体系还要不要固步自封？要不要对欧洲来做一个开放？就美国有压力了，你欧洲开不开？平常跟他讲了大半天，国营事业归国营事业，既得利益下大家都不干，但是这个时候他反而会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中国大陆的决策阶层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既把它当作一个冲击，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机会。那你从18年到现在6年来，你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它是真的正在进行中。举一个最近在这个深圳办的一个半导体的这一个展览会，你要去看就知道了，它所有的厂商。通通都有对应，这几家对应的是阿斯麦尔的产品，这几家对应的是英特尔的产品，这几家对应的是台积电的产品。是的，他不一定明天就会成功，但是最起码他下定决心，自己要走自己的这样的一条路了。所以美国弄到最后才会出现那个笑话嘛，这个蒜头的这样，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出现了。所以因为中国人都用这个粪便去浇植物啊，所以是不会有问题的啊，点，反正这个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了。那么要相拍啊，相拍行无力啊，相骂行无威。现在就看到美国现在就是相骂行无威啊，相拍行无力啊。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
好，我们刚刚讲到川普要就任之后呢，他很强调效能效率问题，所以现在也考虑他们的邮政署要开始裁员。来请教左老师。对，这个当然最近一篇这个报道其实是马斯克跟拉马斯瓦米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这个专栏文章。那么他们在这里头就是鼓吹的，就是说要大幅裁减这个公务员。那不过其实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除了邮政署对于这个美国的重要性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公务员他本来，因为他其实他们的一个诉求主要还是说，很多公务员他是思想比较左倾。那这个公务体系被这些思想左倾人把持之后呢，其实就没有办法有效去推行这些政治任命官员所想要推动的政策。其实就跟他要换那个 FBI 的那个局长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其实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经不起检验的。为什么呢？因为公务员恐怕是很难有公务员可以按自己想法去完全按自己想法做事，因为他被很多的条条框框给绑住。所以你真的要提高效率来讲呢，可能重点还是要让公务员能够解除管制，要让公务员更好做事，而不是裁减公务员。那当然了，其实要让美国政府要降低美国的这个财政负担呢，其实还有更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要富人多捐款。比如像现在这个贝佐斯，就是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总裁，他现在要捐100万给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光就职典礼他就捐100万。然后最近川普去这个纽约这个证券交易所去视察，哇，一大堆这些公司大老板去迎接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在2021年的时候国会暴动的时候都弃他而去啊，现在纷纷转回来了所以当然就是说可以看到说这个可能会是更快的方法。不过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关税，为什么他们认为说关税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川普团队认为关税没有问题？他认为说他第一任的时候，他用课关税战没有带来影响，可是那个时候其实通货膨胀并不严重啊。但现在是在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情况下，第二个还有一点，因为他要大幅的驱逐这些非法移民，那这些非法移民被驱逐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很多农业部门会受到影响啊，因为很多农业部门是仰赖这些非法移民来进行他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收割啊，或者是这个食品加工的处理啊，所以有可能会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带来这种食品价格的上升，而这就会推升整个物价的上升。所以这一次跟前一次是不一样的。